各位会员，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5月9号，星期六，欢迎大家参加我们会员专享的直播啊！我提前几分钟开始，闲聊几句。一个祝我们会员里面的母亲们母亲节快乐啊！那么做母亲不容易啊，我自己对我自己的母亲很了解。我知道她吃了很多苦啊，做母亲不容易。我对我太太很了解啊，我对我女儿也很了解，所以我知道做母亲不容易啊。当然做父亲也不容易，但是做母亲更不容易一点，母亲的难更多一点啊。母亲的难在哪里呢？母亲的难在，其实最难的是协调啊，协调一些事情。还有一个就是很多事情呢，是母亲在撑住这件事情啊。很多事情父亲呢就是打一枪换个地方，大概是这样啊。很多父亲做一下，然后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做饭父亲做饭呢就是来表演一下啊，但是日常吃饭还是主要是靠母亲啊，大概是这样子。我觉得我们的日常很多的事情都是这样子啊，就是母亲不容易啊，所以我特别向我们会员中的母亲们表达这种节日的母亲节的祝贺和慰问啊，大概是这样啊。我今天喝的是普洱。我通常在直播1喝咖啡，在直播2喝茶啊。那么我今天喝的是普洱，我喜欢喝普洱。我们家有好多普洱啊，各种普洱。普洱不是什么金贵的茶，普洱其实是，中国人讲吃要有时令啊，时令。那么喝茶也是，喝茶要有喝时令啊，时令茶才金贵啊。比如说绿茶，绿茶在中国人当中这个是最金贵的啊，最不金贵的就是没有时效性的茶，就是最不金贵的啊。那就是比如说我们讲的普洱这种，为了方便运输，是给少数民族的茶。那么，对，这就是普洱以前很便宜啊，后来被炒作啊，炒作出天价来。那么当然大家知道，地球上所有的物体离开地球表面，最终都会回到地球表面上来啊。这个炒作也是一样啊，炒作就是任何被炒作的东西产品，最终还是要回到地球表面上来。所以这几年炒普洱的人，基本上我见过的就没有不被套的啊，有的很惨啊，炒得很惨。我就不炒这些东西，我呢就差不多我自己喝，然后有人送啊，有朋友送我，很喜欢送我，说我们家堆很多的普洱，各种各样的普洱。其实我对普洱并不了解，我就知道这是一种可以慢慢喝的茶啊，味道还行啊。有些呢有股霉味啊，有霉味的茶就多泡2遍，没有霉味的茶呢就比较顺口。那么有些人说这个普洱养胃，其实这纯胡扯。普洱呢，它是这样，绿茶性寒啊，就是寒性啊。中国人讲呢，如果太寒呢，胃受不了，就会影响胃啊。那么普洱呢，普洱就是没有这种寒性啊，因为你放了很久，怎么寒不起来的了啊？所以普洱呢就不寒。不寒呢，并不意味着它养胃，它养不了胃，只是不会伤胃而已。绿茶喝多了会伤胃，因为它性寒，这中医的理论啊，中医的理论。减肥也是不用指望了啊。说普洱会刮油啊，普洱不刮油啊。所有的减肥只有一样东西，
减肥只有一个办法，没有别的办法。我很有减肥经验，我而且有减肥成功的经验。我曾经减过30公斤啊，我曾经减过30公斤啊，减掉30公斤之后，我的衣服全部都要换掉啊，要买新的衣服啊。减肥只有一个办法，就少吃啊。那么少吃怎么样能够少吃？我分享一下少吃的诀窍啊。少吃的诀窍就是不要太饿啊。怎么能够不饿？就是经常吃一点东西，哈哈，经常吃一点不那么胖的东西。就是哪是这样的？人永远不可能战胜饥饿啊，饥饿是不可战胜的。如果饥饿可以战胜的话，你基本上就死了。大概是一个这样的东西啊。所以减肥的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减肥的最好的办法就是你在快饿的时候，你就吃根黄瓜或者吃个西红柿啊，这种健康的蔬菜或者是水果啊，不要吃苹果啊，不要吃香蕉啊，那都很甜，就吃西红柿、黄瓜这一类，就是让自己没那么饿。让自己没那么饿呢，你就可以少吃一点，别少吃太多，少吃一点。比如说，减少30%的食量啊，你就可以让自己这个世界上你要记住，容易的事情才能做得久，才能完成，而且才能够坚持。你不要把一件事情变得非常的难，你把这件事情变得非常的难的话，你通常就坚持不下去的。减肥也是一样，你比如说我们要减肥，那你就让自己少吃一点。运动可以吗？记住，运动不能减肥，运动是减肥不了。为什么？运动只会减少你体内的水分。真正你说我打2个小时的篮球可以减肥，可以，但是你不能天天打呀，对吗？你说跑步我跑2个小时啊，可以减肥，那是绝对可以减肥。但你想一下，你能坚持吗？我觉得你坚持不了。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就是少吃。少吃能坚持的方法就是少吃别太多，少吃30%到40%，这能做到。你坚持一个很长的时间，我保证你能瘦。就是不要和饥饿作战，是减肥的成功关键。这个很重要啊，这个很重要。那么还有一个啊，减肥还有一个关键点。我有一个朋友啊，他是医生，他有一种减肥的办法，他的减肥办法我觉得也值得参考。他每周断食1天，每周断食1天啊，证明是有效的。他大概瘦了40公斤，他比我瘦，他其实没我胖啊，他瘦了40公斤，他原来也是个很胖啊，后来瘦40公斤。他的办法是什么？他的办法就是晚上那顿不吃，中午随便吃，使劲吃，然后吃完之后，而且中午那顿他往后拖一点，拖到2点多3点才吃啊。吃完之后呢，随便吃，吃完之后晚上就不吃了，然后1个星期断食1次。他大概是用了半年时间，瘦了30-40公斤，那也是很惊人的一个瘦法啊。所以基本上，大概是一个这样的，所以大家想瘦可以用这种方法试试看。我是这样觉得，你要做一件事情，要善始善终啊。我经常给我女儿的教育就是，要么你就别做，如果你要做的话，你要把它做完，哪怕你做的没那么好都没关系，你要把它做完。就像你写毛笔字啊。毛笔字你一定要把那个字写完，我起手一写，哎，还没写好没关系，把这笔写完，把这个字写完，要养成这种习惯啊。为什么要这样做？就是你不要轻易开始，开始了你就要完成它，所以这就会让你在做决定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你会很慎重，因为你要做就把它做完啊。那么轻易不要开始。你比如说我有个朋友他跑来跟我讲，他说：“哎呀，我也想做这个 YouTuber。”我说：“可以啊。”
他说那我需要准备一些什么？我说你只要准备一个摄像头，准备一个话筒就可以了。如果你再讲究一点，你准备一个灯就行。他说这么简单，我说这么简单，我说他说那我要不要学习剪片什么的？我说你最好不要学习剪片。他说为什么？我说你等你把那学会了，别人已经都你可能那片子就没学会，没学会剪片的话，那你这事儿不是黄了吗？我说你就直接上去直播。为什么？很简单，你就是要把开始的事情设计的非常的简单，非常的容易，然后让它开始，让它可持续，不断的去做这件事情。在做的这个过程当中，你不断的完善它。我就是这样，我不会剪片。我以前在电视台的时候，我们剪片是用我们叫编辑机，编辑机是用磁带的，放进去这一头这边放一个带，那边放一个带，然后这一段剪的那段去，这段剪，我们的以前剪片是这样剪的。现在用的软件我不会，不会怎么办？不会我就直播，我根本不学习剪片。为什么？我觉得如果等我学习剪片学会了，我再来，我学会编片子，我再来做这个节目的话，我觉得我可能就已经放弃了，就是这样。所以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人生只在5分钟，人生只在5分钟，讲什么？我今天其实是讲一个道理啊，讲一个什么道理呢？就是我自己感觉的道理。我举一个例子啊，我们起床，今天起床啊，赖床跟起床之间差多久？就差5分钟啊，5分钟决定了你能不能准时起床。就你迷迷糊糊的时候啊，我起不起呢？这脑子一闪念就是5分钟，在你脑子里觉得是一闪念，但其实就是5分钟。这5分钟呢，决定了你今天能不能按时起床。但是大家想一想，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其实很多事情都是5分钟决定的。我曾经听过很多人讲什么故事，讲我以前有人跑来跟我讲啊，这当年他拿到风投啊，谁谁谁拿到了资金。以前我做投资项目的时候啊，谁谁谁拿到了资金，说是马云投的啊，马云就在电梯里夸夸夸看了那个项目介绍书，看了5分钟就拍板投了，签字就投了。我跟他讲，我说你是只看到了马云看那个报告看5分钟，你不知道他后面的团队调查这个项目调查了1个月，整个团队调查了1个月。你觉得那1-2亿美金不是钱吗？不会的。我们经常看到的是什么？我们只看到了前面的那5分钟，但是没看到后面整个团队研究了1个月。不会有人用5分钟的时间去决定1个亿美金的项目的，没有人会这么干的。我做投资做这么多年，我从来没碰到过。所以其实我们看到的5分钟，你比如说我们今天一觉睡醒啊，睡过头了。如果我睡过头了，大家就看不到这个节目，看不到我每天我们的直播1的节目或者直播2的节目，因为我经常在睡觉，但是我没有一次例外都准时起床了。这背后是什么？这背后有很多的东西，其中有一样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就是纪律。很多人只看到了前面的5分钟，没有看到背后5分钟背后的东西。5分钟背后就是纪律。当你有一个纪律，脑子里有个纪律的时候，你模模糊糊迷迷糊糊的时候，你就会一骨碌爬起来，准备你今天的工作。这就是纪律。你要是不能这样起来的话，你就没办法保证你每天按时开播这个节目，就是这个道理。其实人生不复杂，人和人之间的差别大吗？不太大。
真的不太大。你想一下，我们以前当学生的时候，读书的时候，同样的老师，同样的学校，同样的教材，同样的进度，大家是智商，我觉得也有差别，智商是有差别，但是真正决定一个同学成绩好，一个同学成绩差，一个同学发展的快，一个同学发展的慢，他真正的背后的是什么东西？就是后面的那个纪律的坚持。我举一个例子啊，我举一个什么例子？写作，我是个记者，写作对我很重要。但是写作我也不是天生的，没有人天生会写作。所有的作家，所有的记者，你的好的好的那支笔都是训练出来的。我到大学以后我就没怎么训练，为什么？因为以前训练过了。为什么？我从小学开始写日记，后来到了中学没时间写日记，就写周记啊，写周记。但是我是真的坚持写，每天困得要死都在那儿写，就这么一笔写出来的。就是大家已经睡了，我还在那儿写，就这样子的。所以其实很多东西是什么？就是纪律。你要是有纪律，你才能够把一件事情从头到尾坚持下来。你只有坚持下来，我就刚才讲毛笔字一样，毛笔字第一笔写坏了没关系，把它写完，你就坚持把它写完，把每个字写完，每天去写每个字，你才能把毛笔字写好。一样的道理，这个世界上人的差别不太大，没有那么大的差别，就是人和人的能力的差别，或者智商的差别，或者协调能力的差别，或者发展能力的差别，没有他们的成就的差别来的大的差别那么大。你想，你跟比尔盖茨，或者我跟比尔盖茨，我们之间的差距有那么大？没那么大，但是我们成就可以差很多，但中间有很多因素。但是你往前面追，有些东西是有差别的啊，有些东西是有差别，有些东西的坚持，这种坚持来源于什么？来源于纪律。我跟我太太讲过一个，前2天我们讲过我跟她因为一些事情，我就讲过一个道理啊，还是那个道理，其实纪律很重要啊，纪律有多重要？比如说对待孩子啊，我们对待孩子，我们其实教育对待孩子，今天你可以让他困了啊，太晚了，你就让他不做作业，明天又落个什么事情，你就让他放过。如果所有的东西都这么放过的话，那就已经失去了什么？教育的意义。教育最重要的把手是什么？其实就是纪律。纪律的背后的含义是什么？纪律的背后的含义就是没有借口，就是你必须在一个条件下完成一件事情，没有例外。对于孩子来说也是这个道理。如果你这件事情是可以谈判、可以放水的，这意味着什么？其实意味着所有的事情都是可以谈判、可以放水的。那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永远在跟孩子在谈判。如果我们建立了一个纪律，这个纪律就是没有借口，就是永远没有借口。你必须，我们今天做3件事情。我有一年跟我女儿去多伦多啊，我们去多伦多看雪过圣诞啊，那个时候正好太太比较忙，我们去多伦多。我给我女儿定下来的一天的3个任务：拉琴、写日记，还有一个什么东西啊？一个是写日记，还有一个是拉琴，还有一件事情，哎呀，我忘记了。想一下，拉琴、写日记，忘记了啊。3件事，
我就是一个，因为我是爸爸嘛，爸爸就没有借口，每天刚开始的时候搏斗啊，不行，我不想写日记，我不想拉琴，反正是不行，必须拉琴啊，反正你必须拉琴，不拉琴我们今天啥都不干，我们不去博物馆，我们不能出去玩啊，啥都不能干。最后好，3天之后，每天把这3件事做完，我们就去玩，这就纪律。最后我们后来去英国啊，去日本啊，我们后来去日本，我给他定一个规则，就是我们去日本每天要记日记，记什么日记呢？我们每天做的事情，拿了个小本子啊，这么大小本子，我说你可以写中文也行，写英文也行，画画也行，反正你中英文都可以写啊，就也可以画画。我们去日本，去玩了20来天。我说你啥都可以不做，这件事必须做完。哎，他就说行，可以，他就开始做。结果整个旅程下来，从第1天到我们离开，每天一篇日记，图文并茂，那是个非常好的纪念。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挑战。挑战什么呢？挑战我们能够坚持把一件事做完。如果我们开始的话，人要培养的是什么？我觉得人要培养的是，就是你完成一件事情的基因。对孩子来说是这样，翻过来也是一样，对我们家长也是一样，家长也是这个道理。你要求孩子，你要有纪律，你对孩子要有纪律，首先你自己要有纪律啊！你真的要到时候你要记得提醒他，勤了，我们要写作业了，我们要写作文了，我们要看书了，我们要写字了。这就是纪律。首先家长自己要有纪律，你才能够孩子建立纪律。孩子有了纪律，教育才有把手。如果一个孩子是没有纪律的，你的教育是没有把手的，你怎么找不到着力点？那你的每天的家长就跟孩子在谈判，我要不要拉琴，我要不要干这个，我要不要干那个，都是可以谈判的。这就是纪律的作用价值。我就说人生只在5分钟，源自于纪律。但是纪律背后是什么？其实比纪律背后是那种对自己的约束，是一种态度，一种生活的态度。有句话叫君子慎独啊，君子慎独就是君子。我说我要是个君子，没人看着我的时候，我就会更谨慎。这是一种生活的态度。人大部分的时候是没人看着你的啊，你要把这件事做好，其实你不用跟任何人交代，你只需要跟自己交代就好了。但问题是很多人会把自己放过去，这就是差别。生活的态度取决于什么？80%、90%的时候是没有人在管你，你自己对你自己的态度是什么，决定了你能够取得多大的成绩。很多人会让自己，哎呀，今天哎呀好累了，我就到这儿吧，就差多久？其实这件事情完成可能就差5分钟，可能就是那5分钟，差别就在这里。所以我经常跟我太太分享的一个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我认为你要让孩子成为一个高尚的人，你自己要成为一个高尚的人。你要让孩子成为一个有价值的人，你要让自己更有价值。你要让孩子有非常好的学习习惯、生活习惯，非常好的品格，那你就要做一个有良好的生活习惯、学习习惯、有品格的人。你必须做到，示范给他看，同时带着他一起去做，是带领他一起去做。这就是有点像，我觉得家长最像什么呢？从管理的角度来讲，家长最像小组长啊。你要从管理的角度说哈，管理整个系统，
有很多管理层啊，很多管理层，有 CEO 啊，老大，这个团队的 leader 啊，有 leader 是发现方向、制定战略、制定方法的人啊，是找前进方向的人，这是 leader。还有一种管理人员是什么？就小组长。小组长是，哎，我们那个 leader 说我们朝那个方向走，好，大家跟我一起走，带着大家一起走的人，那就是小组长。其实小组长也很重要，非常重要啊。我觉得家长不是那个 leader，不是那个 leader，家长是什么？家长就是小组长，牵着自己的孩子往前走，告诉他这里有块石头，这里有水塘，前面是路可以走得快一点，要小心这个小心的，你就是个小组长，要用小组长的心态来带着自己的孩子往前走，然后示范给他，哎，你看这个可以跳过去，我跳给你看，他跳过去，然后他也跟着跳过去，就是这样。你要作为什么样的，你要做什么样的，你要希望孩子做什么样的人，你就要做成什么样的人，然后他才有可能做成什么样，他才有可能超越你，做得比你更好。如果你做不到这一点，他不可能做得到。那他做不到的话，他不一定会超过你，当然也有可能超越你，这就要看机缘，看这个孩子的资质，看他自己的这种自省能力。自省能力很重要啊，一个人自省能力很重要。有些人有自省能力，他很早就已经开始明白这个世间的道理，他会走得更快，走得更远。那有些人没有缺乏这种自省能力，但是如果有个家长能够引领他，他可能也走得不错，也挺好。我看到很多这样的孩子啊，我也看到很多让人很痛心的孩子啊。这个情况就是我们的人生充满了遗憾啊，有很多很多的遗憾。我自己回顾我之前的很多的经历，我都会觉得，哎呀，有些时候你会觉得，哎呀，那个时候如果这样就好，哎呀，那个时候我这样就好，但是不后悔。对我来说，我不后悔，我会觉得有点遗憾，我可以做得更完美啊。比如说，我想，哎，那次做哪个项目啊？我觉得我可能中间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大家走了弯路，但是我不后悔。为什么？我当时做那个错误决定是有原因的啊。那么这个原因是可以原谅的。为什么可以原谅？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我真的很努力，我真的尽力了，这第一个是可以原谅。第二个，我真的没那么厉害。你要承认自己没那么厉害，人就必须让自己明白我的能力边界在这，你一定要明白，而且接受我自己是有能力边界的，我没有那么厉害。而且你这件事情你也要跟你的孩子讲清楚，我没那么厉害，爸爸没那么厉害，爸爸是挺厉害的啊。你为什么很厉害？不是因为你能力强，也不是你很有钱，也不是你的职务很厉害啊，职位很高。爸爸挺厉害的原因是什么？爸爸挺厉害的原因是因为爸爸每一件事情都很努力，都很拼，都尽力了，不后悔，这就很厉害。我觉得人就是这样，人你需要什么呢？你需要坚持啊，坚持，不能放弃啊。就我觉得对孩子的培养是一样的，你要坚持，怎么样保证你的坚持？就是那5分钟，5分钟的坚持，确保把这件事做完。做好不一定，但是至少要把它做完，不能半途而废。人生就是这种坚持，你坚持了，每次你都努力了，你就可以很坦然的对你的孩子讲，爸爸挺厉害的啊，不是因为我的成就，也不是因为我的成果，而是因为我真的拼了，我真的坚持了，我真的把这件事情当做一件认真的事情做到了。我没有辜负我自己的秉性和天赋，没有辜负自己的秉性和天赋，就值得骄傲。人生就是这样，
你不一定能够保证结果，但是你能保证自己足够努力。这就是我觉得，如果有一天啊，你的孩子找你来说啊，问你，你觉得有什么可值得骄傲的事情，你能把这件事情告诉他，我觉得就够了。当然，在你的人生当中，如果你是一个这样的人，你肯定有很多故事，你肯定有值得跟你的孩子去分享的故事，就把这个故事告诉他就可以了，好吗？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这么多啊，有点散，因为我想到很多。其实今天这个题目我是想放射性的来谈啊，但是今天有些东西我又跑得很远去了，所以回不来啊。其实我想很多，我有很多东西想讲，没讲完啊。我们下次再谈吧，我们慢慢谈吧。我们反正有很长的时间，我们还有很多时间来谈。我是觉得有两样东西很重要啊，就是一个就是纪律啊，纪律和坚持很重要。还有一个就是从纪律和坚持啊，你往上延伸到就是自我约束啊，再往上延伸就是自我约束的这种态度，人生的态度，就是那种君子慎独的那种态度，就是没有人看着你，你也会按照应该做的事情去做。其实我举一个例子哈，举个什么例子呢？大家不知道，我每天要看很多很多的材料，看很多很多的材料的原因是什么？我要掌握足够多的新闻和资料，我才能够选择一个我认为最重要的题目来给大家准备这个题目。其实每天在我面前有很多的诱惑，这条新闻很刺激啊，这条新闻要做了的话，肯定很有流量。这条新闻呢，没什么把握啊，但是呢，这条新闻呢，很多人关心啊，这条新闻呢，有意思，有价值，但是很多人不懂，很多人不懂。你要做这个呢，会比较难，因为你要做很多的解释工作，而且可能流量没这个好。这个现在是正当红，你会有很多很多的诱惑啊，各种各样的诱惑。一会儿呢，有一个人跑来爆料啊，一会儿呢，有个什么行家来跟你讲个什么消息，各种各样的诱惑。那么我自己坐这里，没有人在后面看着我，我就要问自己，以我自己的专业，你觉得哪个最靠谱，最值得跟你的观众分享？你觉得哪个对他们最影响最大、最重要？作为一个中国人，因为我做的全是中国新闻和中国有关的新闻，你比如中美关系、中朝关系，但其实核心还是关心中国。其实大家来看我也是看中国跟中国有关的东西。那么在这个时候，那真的需要什么？君子慎独，就是你真的是要也从专业的角度出发，从你的专业的职业的操守出发，选一个你认为最合适的题目。所以你可以看我们的题目不跟潮流，我不跟大家其实我们现在很多题目做出来哈，为什么没有流量？其实一方面平台有问题，还有跟我们自己选的题目是有关系的。因为如果大家都在做金三胖，你要是也做金三胖，你的关键词跟大家关键词一共同的时候，你就会出现在别人旁边。但是大家都在做金三胖的时候，我又不想做金三胖，为什么？因为那种起哄我知道有问题，我认为金三胖没死，没病，是有人在炒作，那我就不做金三胖，我就做别的。但做别的呢，你跟别人关联不起来，所以你的流量会不高。就我们叫推荐的流量就不高。但是我还是觉得应该这样做，我觉得我这样做是对的。为什么？因为这就是专业操守，就这两样东西在这里面。
这就是我觉得为什么我们可以走得远，我们可以坚持，至少我可以对我们每一个网友，我可以对他讲，我们选的每一个题目都是在那个条件下，我认为最好的，没有别的，没有别的考虑，不考虑别的，只考虑我刚才讲的，一个专业，一个是操守，守住这两条线。流量重要吗？流量当然重要，但是你跟我刚才讲的这两件事比，这两个更重要，因为这个可以让你走得更远。时间会证明很多东西，时间最终，我经常讲，谎言只能在一个一定的时空内能够欺骗一部分人，你在所有的时空里，在所有的人面前，谎言是破产的，就这个道理一样的，反过来讲也是一样的。如果你真的是专业的，你真的是诚心诚意去做的，哪怕你犯了错误，观众都会原谅你，因为你是真的是，你不是你不是你不是神嘛，对不对？你是会犯错的嘛，那就犯错就认好了。所以我觉得纪律、自我约束、君子慎独，我们所有的一切其实秉持的一样东西，就是你要有个 vision， 你要有一个追求梦想，然后坚持下去，有纪律，有纪律保证你把这件事情坚持下来，这个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啊。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然后主题到这，我们看看大家有什么互动的，例行公事，请大家点赞，然后我明谢一下，哦，谢谢 M 包，谢谢 Steve Toronto， 谢谢林之宇，谢谢 Ivy 刘，谢谢。人生首先需要做自己爱做的事情，这很重要。第二，坚持目标，是的，我忙的时候早上4点20分就醒了，从早忙到现在，很好，我觉得也是这样。金掌柜洛杉矶之夜，王老师母亲节快乐。前2天一直赶不上直播，今天请你喝咖啡。我家比较特别，平常都是我做饭，真的哦 OK， 做饭挺好的，我挺喜欢做饭的，就是有的时候时间赶不上啊。林建辉，谢谢 Kevin 黄，谢谢。我们家呢，我太太做饭很认真啊，那么我也喜欢做饭，但是我没有时间，但是我就经常，穿插一下，就这样啊。彭丽，谢谢王先生的节目，帮我打开一扇窗，开始重新思考人生选择的方向，谢谢你，请你喝杯乌龙茶，谢谢啊，谢谢，乌龙茶很好喝。SW， 谢谢 Aziza， 谢谢。孩子就是我们自己的一面镜子，他反映出来的问题就是家长的问题，非常对。孩子真的是我们的镜子，所以我经常讲，当你发现孩子身上有毛病的时候，不要先去说他，先看看你自己，看看我们自己有没有毛病。孩子身上的毛病都来自于家长，都来自，所以不要理直气壮的去批评孩子，这个问题，不要这样批评他。首先你要检讨你自己，然后再去纠正他，帮助他去克服这些毛病啊，应该是这样。刘 Alex 说的太好了，王老师的小朋友毕业了吗？当然还没有。Ray 陈，谢谢，我们还有很长时间可以分享我们的这个教育话题啊。感谢王老师，来一杯墨尔本 Flat White， 谢谢 Lily， 谢谢 Mario Cowboy， 谢谢。平时收看王老师的节目收益良多，今天的节目可说意义非凡，加强自律啊，对做成一件事情太关键了，谢谢啊，谢谢你梁爱丹，谢谢。刘宽，谢谢王先生的专业性支持啊。小静，谢谢
王先生分享的大都市做人做事的最基本的原则和道理啊，而这些道理都很容易被忽视。谢谢王先生的提醒和分享。是的，我觉得，人要经常的有一个自己的小树洞啊，让自己去反省自己，或者是我叫精神洗澡啊。我有个同学啊，我有一个大学同学，他叫黄灿然啊，他是个诗人，他是一个很他是一个很抽离的人啊，就是我跟他基本上是思想交流，就是我跟他我们差不多会有一段时间见个面，比如说1-2个月见一次面这样。我觉得跟他交流呢，就会有一些呃灵魂上的震动啊，灵魂上的震动。所以呢，我会时不常的去找找他聊聊天。他就很喜欢我女儿，他们两个是关系最好。他为他写过3-4首诗啊，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他们两个很能玩在一起去。然后我跟他交流，我就觉得是一种就是有点粗俗的叫精神洗澡洗洗。我觉得人要定期的进行一个精神淋浴啊。我希望我们的节目能够做一个有这样的功能，就是大家能够停下来想一想，和灵魂有关的东西，和精神有关的东西，和这个叫什么？和我们现实生活有点距离，但是又能够宏观的去看自己的生活，自己的生命。我希望有一些这样的空间给大家，大家在这里，我觉得不是一个功利性的东西，而是一个很空灵的一个这样的环境和语境啊。大家在这里可以进行交流，表达我们的vision，表达我们的思考，表达我们的一些看法啊。我觉得这才是有价值的东西啊，好吧？鳕鱼 C 看老师的节目总会心情变好，是吗？有这个效果，太好了。呵呵。观点非常同意王老师说的，身边有个医生朋友，每天6点钟起床学习，晚上9点上床睡觉。他爸妈说从小没觉得他智商过人，但自律性在他成功上确实起到很重要的因素。是的，观点，我外婆教我的最简单最无聊的事情，一直做，不断的做，认真的做，坚持的做就好了。非常对，能把一个简单的事情一直坚持做，那是真的是会很厉害啊。但是我还有一点我觉得也很重要，就是把一些事情把它变得简单，这很重要。因为什么？因为你想坚持做，而且一直做，你就把一些事情变得简单，越简单越容易坚持，坚持的难度就越低。不要让自己面对挑战。我认为我一直认为，因为我是个不惧挑战的人，但是我还是认为，面对挑战其实是蛮伤害的一件事情，就尽量让自己不要去面对挑战。但是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一个挑战，我不知道这样讲对不对大家能不能理解？就是让自己不面对挑战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个挑战。如果你是个很清醒、很明白的人，你总是会让自己处在做一些选择，做一些安排，避免让你面对挑战。那你就会把一些事情做得非常好，做得超过一般的人的好。有点拗口，我自己觉得我做得不好，回头想一想好吗？观点，直到大学前我都认真很有纪律，但是大学以后就废了。周围的人都很懒，因为心情不好旷课，因为下雨不想出门旷课，
因为化妆品没有了旷课，洗个脸化个妆要1个小时，为什么？我觉得宿舍制度就是不合理。周围的人都是周围都是一种人还行，和自己不是一种人很痛苦，不被同化就被排挤。诶，你的大学是这样的吗？我的大学好像不是这样的。我还好，我们大学还好，可能男女生不一样吧，我觉得。我们那个时候互相不干扰、不干涉。我读大学的时候，你看你的书，我看我的书，你爱睡睡，我不睡我就不睡。那个时候我们反正就不大一样。那我觉得这个场景好像差别非常大，差别真的很大啊。情况我是个70后，烟台电大毕业的，曾一度因为学历低而极度自卑，后来发愤图强，现在的我已经是加拿大注册会计师，是上市公司的 senior accountant。会想一路走来，真的就是坚持和不放弃。是的，非常对。提问王老师，在国内从小住校，早上按时起床，按时午休，晚上晚自习，这对纪律有帮助有用吗？当然有用。但是如果全部你现在不是纪律，这个是外在的约束，外在的约束也是纪律，你会服从纪律也是一种。但是最重要的是，我还是那句话，最重要的不是外面有人用纪律约束你，而是你自己约束自己，就是所谓的君子慎独啊，自我约束，我觉得才是根本性的。就是培养孩子也是一样，你去约束他，你给他一个纪律啊，你今天必须做完这1、2、3、4，那他把它做完了，那是一回事。但是你跟他建立一个 vision， 说我们今天呢有个目标，想做到这个目标，那有这3件事情你自己安排，把这3件事完成，他能把这3件事全部完成，那就很牛了。我觉得要这样子，方向应该是一个这个方向啊。情况这2个月 homeschool 真的很考验我这个家长对纪律的坚持。我给2个孩子定的时间表，从早晨8点半到下午4点，一项一项的，我还得在家上班，真的很累。就像老师说的，就是磨练他们的习惯。是的，一方面是习惯，另外一方面就是他们要接受纪律的约束。其实很多孩子呢，因为一直没有纪律的约束，所以他没有这样的习惯，他就要 negotiation， 他一直跟你谈判啊。但是当他接受了这个纪律的约束的，他就不谈判了。不谈判就是他认为这件事情应该是这样，这个很重要，我觉得就是说怎么去看待纪律本身是教育的一部分，一定要做好这个工作。这个工作比用纪律去约束他们还要重要啊，还要重要。提问：如果我憎恶中国的社会环境，但渴望从事的工作岗位却在中国，我该如何取舍？希望老师为我们指点迷津。我刚从加拿大某商学院毕业，对所学专业兴趣不大，反而希望从事手机和电脑游戏的设计工作。北美的游戏行业对我这样的国际学生要求非常的苛刻，门槛高，且晋升渠道很不友善。除了少数计算机程序技术方向的同学， non-native speaker 的中国留学生常常因为语言和文化原因无法在北美从事游戏设计工作。中国的游戏公司有适合中国人生长的土壤和较顺畅的上升渠道。我很想回中国寻求游戏行业的工作机会并深耕发展，但这个选择意味着我要放弃移民加拿大的机会。对国内乌烟瘴气的社会环境，我很欣赏加拿大的自由平等、重视人权的社会价值观。面对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选择，不知道该如何是好。这个问题很普遍，很多海外留学生都面对这样的问题啊。去了国外，看到国外的这种社会环境啊，
知道回去是什么样的情况，但是在海外又很困难，特别是留下来，移民留下来很困难，该怎么办？回去呢可能会发展的好一点，事业上可能容易找工作，文化人文环境比较友好，那么在这里语言也没有那么自然吧，至少没有那么自由吧。我觉得有2点啊，我提2点建议，我没办法帮你做选择啊，有2点你可以参考啊。第一点，你一定要听从你自己内心的召唤，就是说你内心的召唤到底是什么，你得搞清楚，或者是说你的 vision 是什么，就是说你不能只看一点，就是哎呀，我在这里找工作没那么难，我回国找工作容易一点。你总是要你现在所处的这个环境，我们叫两难处境。这个两难处境，其实你就要把各个因素全部扒开，放掉。为什么？又没有可比性。其实你真正的你愿意为这件事情吃苦的事情到底是什么？你无论留在加拿大，还是回中国、回北京、回上海、回深圳、回广州，你都是要吃苦的了。为什么？因为都有你不满意的地方。那好，那你就要去问自己，哪一件事情是让你心甘情愿去吃苦的，你就跟着那个走。这是第一条，就是你一定要让自己，你就是回过头去看。我经常跟我们同事讲，你现在当你面对一个选择的时候，你就假设你已经5年之后，你再回过头来看你现在的选择对不对？你用这个角度去看。还有一个，你希望你5年以后有什么样的生活，你就按照这个你想要的这个生活去寻找下一个路径，就这2点，理解吗？我再说一遍。第一个，你把这些利益是非好坏全部扔掉，因为你没办法对比，啊，因为各有好坏，你只能就是听从你内心的召唤，就是你愿意心甘情愿，愿意吃苦耐劳，都愿意去做这件事情。人一定会有一件这样的事情，就是那你就去跟着你的心去走就好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想一下，你5年之后想要一个什么样的生活？你5年之后的那个生活，你现在就找一个路径，往那个5年之后想要的生活。太远，我觉得是没有意义的。5年差不多啊，5年差不多，你就想5年之后我要一个什么样的生活，然后你就现在就像你在这个马路上淹了水，扔一块石头，再往前再扔一块石头，就这样子，你就一个路径，一个 milestone 往下走，走到5年你想要的那个生活。你再想一下，我下一个5年我要什么样的生活？就像中国做的5年计划一样，你就永远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去生活。人最大的自由是什么？人最大的自由就是你想按照自己的想要的方式生活嘛，是不是？这也是人最大的不自由，就是你想达到你的自由的之前，你必须不自由。如果你之前自由了，那你后面就不自由，这不就是人的道理吗？好吗？不知道有没有用啊？你参考一下。观点要让孩子有纪律，有一个很大的前提就是自己以身作则。是的，自己也什么事情都要说到做到，遵守时间。我的朋友老公没事就躺在床上玩游戏，说好要做的事情常常不做。他的孩子就什么事情都讨价还价，事先说好的事情也不遵守。父母真的是孩子最重要的老师，没错，就是这样。观点建议王老师在会员节目里多讲这种价值观方面的事情，给我们一些人生指导。
我没有人生，我不能做大家的人生指导，我只能把我的一些想法和一些教训、经验教训分享给大家。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人生，不同的人生都是独特的，真的没有可比性。但是呢，人性是共同的。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这件事情，就是每个人生都是独特的，它有独特的价值，它有独特的风貌啊。所以呢，其实呢，我的良药可能是你的毒药，都有可能。但是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人性是共同的，就是我们在人性方面，我们可能找到心灵相通的东西。所以我的东西呢，我的看法，我的想法呢，大家可以参考，但是不能够照搬照用，那不行，那肯定是有问题的。每个人都要给自己独特的人生一些独特的配方。中药的道理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就是没有一个人可以，没有一味药是让全世界都吃的，那是骗人的。所以你去看那些鸡汤，全是骗人的。为什么？你觉得可行吗？肯定是不可行的。我给大家的是一个参考，大家一定要拿着，你可以当其中一味药，配一个自己的配方才行啊。说点私人的事儿，我是第一批留守儿童，我从来没有和自己的父母一起生活过一天。许多时候我都很困惑，遇到事情不知道怎么做，因为没有正确的价值观指导。在我身边，即使是现在，留守儿童也非常多，爷爷奶奶不懂教育，非打即骂的也很多。感谢王老师当我们的人生导师，我真的不敢当啊，我做大家的人生大哥吧啊。我呢有很多的教训啊，我有很多的经验，我可以分享我的教训，我遇到的那些挫折，我都可以跟大家分享。我现在跟大家讲的更多的是我觉得我得意的地方。我以后我跟大家讲我很笨的地方，我很愚蠢的地方，我犯的一些很愚蠢、低级的错误，到时候跟大家讲好吗？观点同意王老师说运动不能减肥，我跑步6-7年从来没掉过1磅，从今年年初开始间歇性断食，每天吃饭时间限制在6个小时以内，随便吃，其余时间除了喝水什么都不吃，1个月就掉了10磅。你掉的有点少啊。应该掉更多，可以掉更多，你要坚持。就是他这个方法呢，会越减越快，真的会越减越快，然后慢慢就稳定，慢慢就稳定。观点王老师那个朋友的方法，亲身体验过很多，很好用。下午4点前随便吃，之后再饿也不吃。一开始的2个礼拜，一到晚上睡觉就特别煎熬，但过了瓶颈期非常舒服，然后半年瘦了20斤，大肚子没了，就是需要一定的毅力。是的，需要毅力，就是家里人吃饭的时候你得走开啊。情况以前在国内一家互联网工作过1年，产品 slogan 是自律给我自由，对我改变很大。公司文化让我变成一个更加自律的人，这个公司很好，很对啊。一个不能够自律的人，真的很难完成一件事情啊！你要完成一件事情，你要做成一件事情，你必须自律，必须自己有纪律，必须自己能够约束自己，而且必须，中国有句话叫不带扬鞭自奋蹄，要有这种精神啊。提问之前也听过别的频道，当时很认同那个频道的观点，现在听了王先生的频道，很认同王先生的观点，又觉得之前的频道的内容没那么好，从而让我觉得自己是个随波逐流，没有思考和判断的人，不知道该如何改善。认同是一种认知的过程啊。认同是什么呢？认同是你对这件事情能够代入啊。你比如说我讲一件事情，我讲教育啊，我讲对孩子应该怎么办。那其实你所谓的认同是什么？是你
带入了我讲的这个场景啊，你就变成了我讲的那个家长，然后你就觉得我讲的对，它产生的这种过程叫认同。那么你看我们的节目也好，看其他的网友的这个 YouTube 的节目也好，如果你产生这种代入的过程，你就会认同。你没办法产生这个代入的过程，你不会认同。所以你不是一个随波逐流的人，你只是能够带入自己去理解这件事情的人，你没那么我不觉得，当然我们可以挑战，我们可以批评，这个没问题啊。但是其实我们除了批评和挑战之外，我们还有更多的方法，更多的相处的模式。批评跟挑战都是一种模式，我们有更多的方式可以除了挑战跟批评以外啊。提问王老师，如果子女和父母关系很差，如何相处？我和父亲关系很差，基本上打电话都是我妈接，和我妈讲电话，倒不是说两个人吵架什么的，就是基本上从初中以后就不讲话，因为从小到大各种事情，而且我都快30了，只要一跟我父亲说话，就能把我训一顿。我想分享我的工作学习中的一些成功，都能把我挑出毛病来骂半天。那这种情况如何相处？不过我也在国外，不在身边，还是一直不联系就算了。这种父亲我见过啊。这是没有当爸爸经验的人的问题啊。那当然，首先要改变的不是你，是你爸爸啊，所以你要想办法跟你父亲沟通，或者你要想办法让你父亲改变对你的看法。这是一件蛮难的事情，因为这件事情不取决于你，而取决于你父亲，这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但是就算困难你也要做，为什么？因为你是子女啊，你没有办法，你没有选择，你只有一个爸爸，只有一个父亲啊。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你就把它当做一个挑战嘛啊。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可以做一些改变，就是说你比如说你以前跟你父亲是这么沟通模式相处模式的，你改变一下，改变什么呢？改变一下你跟你父亲的沟通模式啊。你比如说你可以跟你父亲简短的讲5分钟，就不讲了，慢慢的改变。有些事情改变呢，从最简单的开始，不要从复杂的开始，就让它开始，就让改变开始，让最容易的改变开始。你比如说你不在身边，打个电话，让你跟你妈说，让爸爸讲2句啊，就讲2句啊，怎么样啊，身体还好吗？简单的讲2句，我这边有个什么事儿，简单的讲啊，我们家娃怎么样了，告诉他一声，好，结束，让这件事情先开始，让你们相处模式跳出原来的车辙，进入一个新的车辙。每次讲个1-2句，1-2分钟，慢慢开始，慢慢让改变发生，让容易的改变先发生，你试试看，会有效果的。你记住，你是子女，你要多做一点啊。非常推荐 Jordan Peterson 的一本书是12 Rules for Life 王先生和各位一定要读。好的，好，可以，我们看看观点，非常赞同王老师让坚持变得简单的观点。最近读一本好书 Atomic Habits， 其中讲到养成习惯的一个最重要的要素就是 make it simple。 对，就是这样，就是你要让一件事情要坚持下去，你要让这件事变得简单，你才能够坚持。你要让这些非常复杂，你坚持的难度就太大了。观点，王老师你做的对啊！疫情这几个月来，天天疯狂关心各类新闻，真的假的，也狂热了又理智了。慢慢的，有些人的话题让我有点疲劳，感觉没意思，只留下王老师像
的像每天听课一样，没有错过一期，还有3几个自媒体开始拾起丢下几个月的英语课了。在美国必须把英语学好，非常对，必须把英语学好，你没有别的选择好，观点看王老师节目以来，越来越了解自己，对身边的事情看得更明白了。很可惜没有在一个好的教育家庭中成长，但现在会越来越努力完善自己，真的很感激王老师。对我而言，亦师亦父，很多三观我会很合拍。王老师让我对生活充满了动力，真的很感激王老师，谢谢你，谢谢你的肯定啊！我希望是这样，就是我希望每个人都能够，我带给大家的仅仅是一个起点啊，开始所谓的抛砖引玉，更重要的还是大家自己啊。其实我们很多网友给我一些这样的留言，我也很激动，我也很高兴啊，就是说这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事情，让我坚持下去啊。观点宿舍氛围真的对人有影响。我在国内读了1年大学，那时候住在一起的几个同学都很认真，晚上都很安静的看书，忙着出国的准备。我也受他们的影响。相比之下，其他宿舍的同学都是一起玩游戏、打牌，等着转专业。是。好，明谢米亚马，谢谢啊，生鲁郭生鲁，谢谢 Carol 蔡，谢谢，请王老师喝咖啡，谢谢老师，真开心赶上会员直播 Elsa G， 谢谢。看王老师的视频，不仅仅可以从王老师身上学到很多知识，还能从各位网友得到很多有用的信息，非常对。之前有个网友推荐一个英国老医生的频道，跟进疫情数据很有用。我现在只追王先生和那个老医生的2个频道，还有一个网友推荐过《人类简史》这本书，我现在也看英文版，目前看了一半，学到很多有意思的知识。这很对。我觉得我们这个互动的内容很有价值，因为我们的网友也分享很多的看法，很有价值的观点啊。Monini WBY， 谢谢，非常喜欢王老师的节目，你是我在油管上唯一成为会员的频道，希望你的节目越办越好，谢谢。Jessie Lee， 谢谢。安玉普，谢谢。安玉普，谢谢。Chloe， 谢谢。好吧，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个节目再见。我希望我们的节目能够保持这种状态啊，就是我们能够进行这种精神层面的沟通啊，精神层面沟通，好吗？好，谢谢大家，下个节目下个星期再见，谢谢。